大家好，欢迎来到何老师的易经占卜案例分析。这一期呢，我们不只是讲一个漏水的问题，我们会从一个非常生活化的案例，一步一步来看。首先呢，那就是我们要研究人到底是怎么样做抉择的，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呢会卡住？第一呢，我们从占卦里面了解，到底呢是在帮助我们看见什么？首先呢，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案例的背景。它是一个拖了2年的漏水的问题。这一个个案呢，是一个学员叫 Jason， 他家里的这个淋浴间水管接口那里漏水，这个问题呢已经持续了2年，所以呢那个水呢就慢慢的渗透进去墙面，甚至已经影响到客厅的外墙。问题其实是很简单，那就是去修水喉。但是呢，他的困难的地方就在于他找不到人来做。他找了很多的这个水管工，对方不是拖拖拉拉，就是跟他说有空再来看，可以研究一下，研究但是没有时间，又没有给承诺，所以呢，久而久之呢，这件事情慢慢就变成了一种很消耗人的状态。不只是漏水那么简单，而是对 Jason 产生了一种无解感。从卦象看问题的本质，不是修水管，而是系统卡住了。我们占到它的本卦是什么呢？那就是地火明夷，它的动爻是在第3爻。这里呢，先不要讲得太玄，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卦象呢，它其实是在整个结构化去看一个局面。第3爻的结构，它是给我们看到很清楚了，上下都是阴爻，所以呢，它是组成一个坎卦，代表水。下方呢是离卦，它的表示的就是下一个的空间。简单来说一句呢，那就是呢水在渗而且持续会影响到下面的这个楼层，这完全是跟现实呢完全一致的。然后呢，在这个变爻之后呢，我们会看到离卦变成震卦，它是意味着如果呢这问题不处理呢，它还会继续升级，所以呢在这里呢就给出的建议其实是非常的现实的，暂时不要再使用这个冲凉的这个水管，可以考虑绕开问题的管线，这是暂时解决的方法。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这里呢并不是算命，而是把这整个事情呢看得更清楚。有关这个变卦为什么事情一直卡住这里的变卦呢是地雷复，这个卦它是很关键的，它讲的并不是水管，而是整个状态。地雷复代表反反复复在兜圈子出不来，这正是 Jason 他的真实的情况。他去找人，但是没有结果，他再继续找，他又在失望，越来越不敢行动了。久而久之呢，这个人呢，他就产生了一种很沉重的心理状态。他想解决这件事情，但是他又不敢随便找人家来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谈，这里呢，我们可以加入一个现代心理学的视角。其实这种状态呢，在心理学里面，它有一个概念，我们叫做不确定性的焦虑。简单来讲呢，那就是人在最焦虑的时候，不是坏结果，而是你不知道会怎么样。当一件事情它完全没有方向，也没有时间点，没有办法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解决，也没有一个确定性，人呢就会反复不停的思考在这整个过程中呢，产生很大的焦虑，所以就会消耗大量的精力。所以你会发现到呢，占卦在这里的作用呢，它是给出一个结构，让所有的混乱呢变得可以理解。当人开始呢看懂了整个局面他的焦虑呢自然就会下降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再讨论占卦到底是在做什么呢？我们在这里的关键呢是帮助大家呢在提升一个维度去看这个事情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呢稍微的拉高一个层次来看。从现代认知的科学的角度呢，有一个理论叫做预测加工理论。
这个理论它是在讲什么呢？原来我们人的大脑本来它就是一个预测的机器，我们每一天呢都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再根据当前的这个线索来去判断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其实我们使用易经在占卦，它的本质上呢是在做预测，只是它用的是一个卦象的工具来去把零散的这些讯息呢整理成为一个可以读的结构。何老师现在在讲一个更加重要的东西我们的直觉呢其实并不是乱猜，所以在这个个案里面呢，你会发现到Jason呢，他其实是可以感觉到这个水管工的状态就是那个感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这里呢，我们可以借用一个心理学家的理论，他叫 Daniel Kahneman 这个人呢，他提出什么呢？这个专家他就提出，系统一就是我们的直觉，就是我们很快的一个反应；系统二呢，就是我们的理性是很慢的去思考出来的一个答案。那么重点就是在于直觉呢，它其实是一种经验的压缩。当你觉得一个人他不太想接你的单，他在那边跟你拖拖拉拉，在那边耍太极，在那边把那个球丢来丢去，在那边回避其实呢，你是已经抓到了怎么样抓到这些讯息呢？从那个人的语气、他的回应的速度，还有他的行为模式，哪怕是他在回复你信息的那一些速度，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何老师现在告诉你呢，有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家，他也是催眠师叫做艾瑞克森。他会训练他的学生呢做一件事情，就拿一本小说，只读第一页，然后叫他们预测最后的结局。这听起来好像很难，对不对？但是呢，他就说，其实呢，结局的这整个脉络在第一页已经埋下了就从角色的性格那个人怎么说话，他怎么反应，这些早期的线索呢，其实已经在告诉我们，这个人最后大概会走向命运的哪一条选择的道路上那么现在呢，我们回到 Jason 这一个案例他感觉到那个水管工不会来，其实呢，并不是很玄的一件事情，是他的大脑呢已经读到了那一个人的第一页，只是呢，你还没有用语言来去把它组织，把它讲出来。所以呢，我们在占卦的时候呢，其实是加上我们的直觉，本质上呢是将所有的信息整合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两个水管工的状态是什么首先呢Jason 呢，他提供第一个水管工，我们把它称为 Eric， 我们得到的他的本卦叫地雷复，然后呢变卦呢是三雷鱼就很简单的一句话总结，这个人呢他会拖你，然后呢他会一直不停的重复他不会给你明确的时间，他也不会告诉你他不会接你的单，他就把它放在那边。现实的反馈呢也就是一致的这个人呢他对 Jason 说我有空再来看看，你发地址给我，如果我有经过我再帮你看看。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点，他并不是不想帮你做，而是他可能不想把优先处理的这个时段给你。所以呢这个变卦呢，这个鱼就是告诉你，如果你要他做呢，你需要花很多的这个人情成本，因为这个鱼呢它看起来像一个很大的一个离卦，就这个嘴巴开得很大就比如说你要请他吃饭你要请他喝茶你要跟他建立关系要跟他有那个做朋友但是呢 Jason 呢他不想这样做，所以呢最好的策略呢反而是直接逼他给出一个时间点，不行的话就换人。结果呢最后呢我们也是验证了对方直接跟 Jason 说，那你去找别人吧所以呢最后我们就把答案也给逼出来了。第二个人呢叫做 Ben， OK， 我们来去针对这个人的状态起卦，到底他要不要接这个单那么在这个卦象里面呢，我们得到的是水风景，然后呢他的变卦呢是水山简。这个人呢其实呢他是有能力的，他有意愿，但是那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呢？也是卡在沟通
这里呢是这整篇最关键的人性的问题。Jason 他做了一件事情呢，是很多人都会做的啊。那么现在他学聪明了，他就把所有有关要修理这个淋浴间的这个漏水的问题的细节全部讲清楚啊，包括砖块的颜色啊，然后呢要补回去的油漆的颜色的偏好啊，还有采购的流程啊，这对我们听起来就觉得很合理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对方的感受，他会感觉到他被控制啊，所以呢，这里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概念来解释，那就是认知的框架。简单来说呢，每一个人看事情的方式是真的很不一样。Jason 呢，他主要就是要风险的控制、细节的导向，因为之前他一直找了很多人，每一个人都不理他，所以呢，现在却学聪明了。Ben 呢，他就是效率的导向，而有经验的导向。所以当 Jason 讲了很多细节的时候呢 ，Ben 听到的是你现在在教我做事情嘛。所以他的反应就是我干脆不做了，反正我也不一定要接你这一单，对吧？然后他可能还有其他的单可以让他赚更多钱。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人际关系是不是本来就是不能够预测呢？我们提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人跟人之间是不是本来就是很难预测呢？答案是 yes， 答案是对的。在科学上呢，这个是属于一种很复杂的系统的理论，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系统是一个非线性的那是什么意思呢？何老师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很小的变化，它就会改变结果。比如说，少讲一句话，或者是换另外一种语气来跟别人谈判。或者是提前，或者是延后一天，可能对方心情好的时候，我们再跟他谈判一些东西，结果呢可能就不同。或许是我们去求他，在对的时期，可能那件事情就办成了。所以呢，占卦呢，它不是在决定你的命运，而是在看整个事情发展的趋势。那么，占卦它的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呢？我们把这整个案例收回来，你会发现到呢，占卦它是在帮助 Jason 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他看清了现实这个问题呢他不会很轻松的就能够解决，他需要时间，需要耐心的等待，还有呢找到正确的人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第二呢，就是看清楚那个人谁是比较拖拖拉拉的，谁会卡在那边或者是谁只是画大饼完了根本做不了东西的等等第三呢，我们透过占卦呢是能够达到降低焦虑，就不会让 Jason 乱想，也不会再让他反复的消耗内耗那么呢，第四呢是帮助我们能够调整策略，不适合的人呢我们就不要勉强叫他来做，他做不好的时候我们更头痛，对吗？那么适合的人呢，我们要看怎么样用对方的方式跟他沟通最后呢何老师要用一个比较完整的话来总结今天的这一期易经占卦的病理分析、案例分析我们从现代的心理学跟认知的科学的角度来看呢，占卦它并不是在预测一个固定的命运，所以它更像是一个信息的整合，还有趋势判断的工具。它其实是结合了我们的直觉、经验以及当下环境的各种线索，我们把原本呢很模糊不清的局面，然后把它转化成一个很简单可以被理解的结构。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明白，人际关系本身呢，它是一个很高变化的系统，任何一个小小的变化，它就有可能呢让整个结果呢发生转折。所以呢，占卦给到我们的并不是宿命论，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答案，而是在这个当下呢最有可能的方向。当我们呢看清楚整个趋势，我们就不会再执着于结果，而是学会了顺势而为。好啦，讲到这里，如果呢你真的能够从头到尾看到完呢，就证明你对占卦是有兴趣的我们呢有一个基础的线上课程，这是一个小班制的，我们一般呢大概是5到10个人它一共是6个星期的课，每一周呢我们上1堂课
我们是不会教一些很复杂的计算，而是从潜意识、直觉、自我判断、心理学的这些研究来去帮助你、训练你让你呢能够针对自己的问题呢自己占卦，自己去看懂，自己去分析。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次有机会呢再聊，再见，拜拜。